大家好，我是波霸，我們又來台北市動物園啦。因為上一次我們的影片很多人在底下留言跟我們分享很多裡面動物的一些小故事，所以我特別去查了資料，發現哇，裡面好多的動物，他們都有自己的故事，然後好有趣，所以我決定今天特別來拍一集，跟大家分享這些動物園不為人知的故事。拍攝野生動物時，請記得不逼迫、不餵食、不干擾。想要拍攝自然的奇蹟，請務必保持最美的距離。沒想到吧，我們又來木柵動物園了。其實是因為我們原本以為已經把動物園逛得差不多了，結果制作上一集影片在查找資料的過程中，我跟波妞發現，原來在這裡的許多動物，它們不僅僅在這裡讓我們增廣見聞，其實這些孩子們身上還藏着好多好有趣，甚至是非常動人的故事。有些故事關於變老，有些關於重生，還有一些是關於奇蹟。這些故事在解說牌上不一定寫得完整，所以我們決定再帶大家深入走一次，把這些鮮為人知卻又扣人心弦的故事分享給你們。今天這趟旅程，我們不只是看熱鬧，更是來探望幾位老朋友。我們現在要去穿山甲館，沒錯，就是我最喜歡的那一館。因為今天我們有幾隻目標在裡面，我們想要拍，他們也分別有他們的自己的小故事，但是我不確定我找不找得到，找到了我再跟大家分享。我們第一站還是先來到了我最喜歡的熱帶雨林室內館。老實說，其實我今天有個超想拍的畫面，就是這裡的超級明星力猴風狐。聽說運氣好的話，可以看到他們做出超可愛的動作。我好像錄到拉屎，他就抬了一下屁股。這邊一隻，然後這邊一隻，然後這邊還有一隻。不過動物就是這樣嘛，不可能隨叫隨到。雖然暫時沒拍到我心目中的那個畫面，但既然來了雨林，我們還是要先看看這裡的其他訪客。大家抬頭找找，有沒有看到那個動作慢到像靜止畫面的家伙呀？那是二指樹懶。但大家有沒有發現奇怪，為什麼它們有3隻腳爪，而不是2隻？因為其實二指樹懶他們是手有2隻爪爪，然後腳有3隻爪爪。然後還有另外一種叫3指樹懶，就是手腳都有3隻爪爪。好想要遇到他們下來上廁所。太難了啦，他們好久才上一次廁所，好幾天呢。1周。对啊，他們1周上一次廁所，因為上廁所對他們來說，在野外是非常高風險的行為。坐在那根杆子上。這裡跟大家分享一個小知識：為什麼動物園裡大多是2指，很少看到電影《動物方程式》裡的快俠3指樹懶呢？最大的差別其實在於挑食程度。3指樹懶雖然名氣大，大家對樹懶的印象都是它，不過3指樹懶非常的挑食。只吃特定的3棵植物，非常難養，很難在人為的環境下生存。相較之下，2指樹懶適應力就強多了。雖然動作慢，但只要不挑食，什麼菜都吃一點，就能活得不錯。這告訴我們什麼呀？不挑食才能活得久啊，各位。旁邊這隻完全不怕人，就站在欄杆上零距離互動的小家伙，是長得非常龐克的小猴子——棉頭絹猴。你們看它頭上那撮白色的長毛，像不像搖滾樂團的主唱啊？雖然它們看起來很搖滾、很叛逆，但其實它們是極度瀕危的物種哦。
先給你們看看它的背影。太近了，太近了。今天天氣冷，它也胖胖的，有點暗呢。这只交給你啦，親卵。我們晚點再來碰碰運氣吧。現在先去看看一位年紀比我還大的長輩。看我們被可愛的小東西吸走，這是可愛的小飲料。一個是蘋果汁，一個是保久乳。應該還是蘋果臉呢，我是因為這樣買的。黑熊，黑熊。會捐給台北動物園。我們要來坐車，要去鳥園。一個人只要5塊錢。嘿嘿。找逼胖。鳥園車站出來的時候在這邊，然後大家通常都直接往那邊去了。其實猛禽的籠子在這邊，就是他們的大籠在這邊，所以大家鳥園車站出來之後，其實可以先往左邊過來看一下猛禽。來看一下逼胖在哪裡？它在那邊，還有一隻呢。來到猛禽區，大家可以看到這隻台灣體型最壯碩的猛禽雄鷹。這一隻是逼胖，它在地上。但你可能會覺得有點奇怪，身為森林之王，它為什麼不飛到高處展現英姿，反而長時間待在地面上呢？這隻公雄鷹叫做逼胖，它之所以飛不高，不是因為懶，而是因為它老了。他1993年就入園了，所以他入園的時候我剛出生，然後他年紀比我還大。而逼胖爺爺的年齡用推估的，從還沒有被送來動物園到現在，應該已經快要40歲了。40歲在我們人類的世界是壯年，但在猛禽界，他已經是100歲鳥瑞了。帥氣的逼胖，你看他白內障其實很明顯。就像人類老了，視力會模糊、會退化，逼胖患有白內障，對現在的他來說，飛到高處反而讓他覺得危險，看不清楚降落點，所以他選擇了最讓自己安心的方式，在地面好好養老。而在他旁邊忙進忙出的是他的小嬌妻，從新竹嫁過來的胖妹。這是一個有點無奈又有點可愛的單戀故事。胖妹正值壯年，精力旺盛，每年繁殖季都會積極築巢呼喚老公。但面對嫩妻的熱情，視力不好又年邁的逼胖爺爺，通常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毫無反應。雖然這段老少配至今沒有生下後代，可能稍微有點遺憾，但看着逼胖安詳站在地面的身影，我看到了動物園溫柔的一面。在野外，像逼胖這樣失去視力、年邁的猛禽，可能撐不過一個冬天。但在這裡，老去的動物不會被遺棄，也沒有被迫要飛起來展演。它們擁有變老並且安心終老的權利。它樹囊好大哦，這隻很棒哦。對啊，逼胖的樹囊也好大哦。在雄鷹旁邊不遠，還住着另一個堪稱傳奇的家族——黃魚鴞。這是一個關於等待真愛20年、老妻少夫以及被爸媽掃地出門的啃老族的故事。媽媽黑美的身世有些坎坷，在早期的動物園，因為缺乏 DNA 鑑定技術，黃魚鴞的公母外形又極難分辨，保育員誤以為他是男生。
曾經把它跟另一隻母鳥放在一起。這場等待持續了將近20年，直到2012年，動物園引進了 DNA 鑑定，終於確認黑美是女生。剛好這個時候，園方收容了一隻年輕的舊傷公鳥艾洛。保育員決定當媒人，讓這位高齡22歲的熟女黑美搭配年輕力壯的鮮肉艾洛，住進空間更大的新家。這對相差僅20歲的姐弟戀竟然一拍即合，在2015年奇蹟發生了。黑美產下的蛋終於不是空包蛋，毛茸茸的寶寶破殼而出。保育員將它取名為小豬，也是我今天拍到的這隻可愛胖貓貓。小豬是台灣動物園史上首次繁殖成功黃魚鴞，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保育里程碑。這一家3口當時非常溫馨。然而，通常野外的黃魚鴞長大後就會離巢獨立，但因為在動物園裡環境太舒服了，小豬滿1歲了還賴在爸媽家不走。為了家庭和諧以及讓黑美專心孵蛋，動物園最後只好強制介入，幫已經成年的小豬準備了一間單身宿舍，把它從家裡請出去，讓它學習獨立生活。告別了鼻胖爺爺和被迫獨立的小豬後，我們來到生態鳥園，這裡藏着幾個關於演化與重生的秘密。首先是這隻背部有着金屬綠色光澤的綠梭鷲，別看它像隻普通的鴿子，請大家一定要多看它一眼，因為科學家透過 DNA 分析發現，這隻看起來像普通鴿子的鳥，竟然是已經滅絕的渡渡鳥現存親緣關係最近的親戚哦。看着綠梭鷲，就像看着演化的活化石，它的存在時刻提醒着我們，滅絕其實離我們並不遙遠。還喝水？對啊，我在路上喝水。還在逛街。接着，大家可以在陰暗處找一種全身深藍色、戴着白帽子的鳥——越南鷴。這是一個關於戰爭與贖罪的故事。越戰時期，在叢林噴灑了大量的落葉劑，這不僅傷害了人，也毀掉了越南鷴的家園。現在，這個物種在野外可能已經滅絕了，或者數量極少。全球動物園裡的越南鷴是這個物種最後的希望。我們正在替人類過去的殘酷歷史贖罪，守護着他們重返家園的一線生機。我來拍一下維多利亞冠鷲。我剛剛突然忘記它叫維多利亞什麼，對吧？維多利亞冠鷲。他們2隻感情特別好，每年都會繁殖成功。你說它叫威廉跟什麼？凱特哦。凱克哦。凱特哦，海特哦，凱特哦，真的好漂亮哦！我在拍它的羽毛。他们是最大的哥哥。這一只跟剛剛的不一樣，這只是藍冠鴿，不是維多利亞冠鴿，真的長好像哦。今天這裡有幾位長得很像的親戚，常讓人傻傻分不清楚。今天來教大家怎麼一眼認出他們。首先，打破你對鴿子的印象，請看這2位體型像火雞一樣大的巨型鴿子。很多人分不清楚誰是誰，其實看頭上的皇冠就知道咯，邊緣有明顯的白色蕾絲滾邊，那是維多利亞冠鷲。而如果頭上的冠羽是純藍色，沒有白色邊緣的，那就是藍冠鷲。接着，我們來到水鳥區，這裡住着一位外交官的後代們——黑面琵鷺。故事要回到2002年，有一隻受傷的黑面琵鷺在宜蘭被發現，叫做 Happy。
雖然 Happy 活下來了，但因為翅膀受傷嚴重，已經無法野放，飛回北方了。不過命運幫他開了另一扇窗。當時全球的黑面琵鷺數量非常稀少，為了讓這個物種能夠繁衍下去，動物園決定賦予這位帥哥一個重大任務，擔任外交官。2010年 ，Happy 搭着飛機前往日本東京的多摩動物園去相親。為了紀念這段跨國保育的緣分，他正式改名為台北。這隻來自台灣的台北非常爭氣，他在日本成功配對。更感人的是，這幾年台北的後代甚至有機會回到台灣的動物園，讓這份血脈延續下去。從 Happy 變成台北，他不再只是一隻受傷的鳥，而是背負着保育希望的親善大使。對啊，這隻是黃色紅色。這裡4隻哎，4隻同框。我沒辦法同框。我同框。接着，當你走到門口，常常會被頭戴金色皇冠的灰頸冠鶴擋住。雖然他們看起來很親人，但千萬不要伸手摸喲，畢竟他都已經自我介紹了。沒錯，鶴會啄人，本鶴在此。像這隻阿鶴，從我們進來，一路跟着我們走，走到我們要出去。逛了一圈，看完了 B 胖，看完了小豬，看完了台北的孩子，還有各種鳥鳥後，我心裡還是掛念着一開始沒拍到的畫面，所以我們決定趁閉園前再去一次穿山甲館。我們要找一群色彩像寶石一樣的小鳥——栗喉蜂虎。你看它們在房檐的土牆上鑽進鑽出，動作超級靈活。如果運氣好，你會看到栗喉蜂虎站在自己的名牌上面，在跟我們做自我介紹。嗨，大家好，我是阿虎本虎，本鳥比較可愛吧？沒錯，這就是我今天最想拍的目標——自介阿虎。大家覺得可愛的同時，看着這麼有活力的小生命，你很難想象，如果沒有動物園，這一整群小鳥可能在還沒出生前就已經變成一灘蛋汁了。這些小家伙原本住在金門，是當地的夏候鳥，習慣在土坡上挖洞築巢。但在那裡，因為農地開發或者建設工程，怪獸一鏟下去，往往就把整面築滿鳥巢的土坡挖毀了。巢毀了，裡面的蛋也就成了無數的棄蛋。為了搶救這些無辜的生命，台北動物園展開了一項名為棄蛋救援計劃的任務。這是全球首例。保育員把那些被遺棄的蛋從金門撿回來，用機器模擬禽鳥的溫度孵化，孵出來還不夠，因為它們是吃蟲的。保育員得用鑷子夾着蟲，一隻一隻，一口一口把它們餵養長大。這需要多大的耐心和專業，才能把這麼脆弱的生命拉拔長大呢？我們眼前這只會自我介紹的小可愛，就是這項計劃的奇蹟。如果沒有動物園，它可能連出生的機會都沒有。當棲地遭到不可逆的破壞時，動物園成了最後的庇護所，守住了這些夏日精靈的命脈，也保留了未來的希望。我們今天只玩了2區時間，我們就從開園玩到閉園了，其他區都沒有去。怎麼這麼快啊？好快哦！對啊，已經剩下不到半個小時，動物園要閉園。好啦，聽完了這麼多故事，讓我們回到做這集影片的初衷。很多人會問，動物園到底是不是諾亞方舟，還是囚禁動物的監獄？
我想聽完今天這些故事，大家心裡或許有了不一樣的答案。如果不了解這一切，我們看到的可能只是一個個關着動物的籠子。但如果沒有動物園，B胖爺爺和受傷的黑面琵鷺可能早就死在野外，無人知曉。台北無法去日本開枝散葉，延續族群血脈，綠蓑歌與渡渡鳥的連接將被遺忘。越南鹹更將徹底成為歷史課本上的一個名詞，永遠消失。而那些被怪手挖出來的蛋，也永遠孵不出美麗的栗喉蜂虎。現代的動物園已經不再是獵奇的馬戲團，它是受傷動物的養老院，是瀕危物種的避難所，更是一本活生生的演化教科書。下次當你來到木柵動物園，除了看可愛的大熊貓、無尾熊，別忘了去穿山甲館數數樹懶的手指頭有幾隻，去鳥園分辨誰是維多利亞女王，去看看那位不想飛的 B 胖爺爺。請多停留1分鐘，保持安靜，聽聽他們想告訴我們的事。或許你也會跟我一樣，從他們身上看見生命的韌性與溫柔。謝謝大家的收看，我是波霸，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嘍，拜拜。我新開了一個 LINE 的社群，波霸的裝備袋，裡面有最真實的器材實測、配置建議，還有我私房拍攝心得。如果你也是裝備控，或者對生態攝影有興趣，歡迎加入我的新天地，一起交流討論喲。未來如果有團購或是各種優惠資訊，我也會第一時間分享在裡面喲。連結就在資訊欄，讓我們在那裡繼續聊攝影、聊鳥鳥、聊裝備，我們社群見。